到遇见的人，温柔带点天真。真的期待这一座城，有人为我心疼。居然能够牵着一直不停聊到黄昏，我们两个人的默契满分。忽然发现你对我好像有一点认真，我不管要打开你的心门。我的毛主人，骄傲的眼神，却总是在我身边永不离分。这样的缘分，前世到今生，命中注定，原来真的有可能。我的毛主人，骄傲的眼神，却总是在我身边永不离分。别再假装了，请给我一吻，乖乖听话，我最爱的毛主人。即使是假结婚，也只能适合我。你就这么想要嫁给我呀？又来！洞房花烛夜把我变成猫，你快点把我变回来！本王子还要去抓天狗呢，你快点儿！哥哥，我是小薄荷呀，哥哥，你不认识我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你还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事情？什么事儿啊？我答应过你的事儿可多了去了。你说，我帮你找到你哥哥，然后你就解除我们两个人的契约。你就这么想解除契约？我知道了，你呀，肯定是在吃少将军的醋。但是我喜欢的只是少将军的皮囊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喜欢的是你。虽然你这个人，你脾气不太好，又很骄傲，但是没办法，喜欢这个事情控制不住的。你说对不对？哎呀，别担心，主人，我以后是不会欺负你。但是我想回去了。我也想回天里了。我说的是玉里，不是天里。你要走？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。那我也跟你回去。我不能带你回去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都说好了，要像梁祝一样，生死相依，永不分离吗？
契约解除了。那，你真的要扔下我吗？你我的相遇就像奇迹。你以为呢？我做这么多事情，全部都是为了要跟你解除契约。不，不可能，我不信。你以为我一个堂堂玉离心王子会爱上你这个普通女人吗？可是你说过，为了我，甚至可以放弃回到玉离星。你说过，你想要和我有很长很长的未来。你说过，你想和我得到所有人的祝福。你说过，你要陪我走完这一生。你忘了吗？对不起，是我在骗你。那你就滚回你的玉离星去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。这一吻重写了约定。别以为杀了我就可以无后顾之忧，你早晚难逃一死。他没有死，他根本就没有死。疏忽，他迟早会回来的。你为何要找还珠？我在京城御史院雕刻时遇到了一些瓶颈。当时有一位神秘人告诉我，只要能集齐红、蓝、黄、白4颗混珠，取其精髓，便能获得鬼斧神工的灵力，使我的雕刻技巧更上一层楼。那个人有什么特征吗？那人一直戴着面具，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世模样。我按照他给我的线索，很快就找到了第1颗蓝混珠，然而却在我找到第2颗白混珠时，被天狗发现，失去了神智。后来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了。小薄荷，对不起。确定了疏忽的消息，我必须这么做。你若在我的身边，我真的无法承受给你带来的伤害。以后遇到危险，摇这个铃铛，方圆10里之内我都听得到，我都会过来。
别以为你现在来了，我就可以原谅你。莫修然，你演技真的是太烂了，你现在搞得我很生气，你现在立马给我道歉。小薄荷，是我。二少爷，我来是想和你说，我要在落日城继续操办钱庄事业，不能和你一起回京了。二少爷，我不会回京了。为什么？我来莫府就是为了找到哥哥，现在哥哥已经回来了，我心愿已了，所以是时候该回家了。可是你和大哥怎么办？少将军已经不需要我这个丫鬟了。少将军此次之行，不但签署了友邦之交协议，更是为我落日城铲除了内患。我代表落日城，感谢少将军。城主客气了。少将军这招引蛇出洞，的确帮我们铲除了内患，可是也把我们家婉儿的婚事搅黄了。这不还有一个呢吗？所以他做的这一切，真的只是为了解除契约，早日回到玉离县。此番别离，再见已不知是何时。二少爷，你一定要保重。子墨兄也是，你这一路山高路远，我让青云护送你们到青山湖，等你们安顿好了再回京。那二少爷你怎么办？不用担心我，我忙完回京向父亲复命后，再去青山湖找你们。小妹，我先上车等你，你和二少爷好好道别。小薄荷，等你到青山湖后，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帮忙，就给我写信吧。谢谢二少爷。小峰峰，小婉婉舍不得你。小婉婉，小峰峰也舍不得你。你眼睛好美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你眼睛里有我啊！讨厌！你等我啊！我回到京城之后，跟随少将军建功立业，再回落日城迎娶你。那，你回到天离国之后，要记得写信给我。
想奇迹。这夜晚晚来结局记，抬起头仰望那辽阔天际。小薄荷，对不起，我必须要干掉树屋，才能安心的陪着你。开始辗转，难免思念你，一次变得心有灵犀。那一天默默许下的约定，从此以后形影不离。这段非比寻常的情缘得来不易，拥有守护着你的老天荒。薄荷姐姐，子墨哥哥。若有真爱的情深埋我们的心底，这一吻就已经确定。这邯郸香好香啊！那当然，也不看谁拿过来的。拜拜。以后遇到危险，摇这个铃铛，方圆10里之内我都能听得到，我都会过来。一次变得心有灵犀，那一天默默许下的约定，从此以后形影不离。这段非比寻常的情缘得来不易，拥有守护着你的老天荒的命运。若有真爱的情深埋我们的心底，这一吻就已经确定。这段非比寻常的情缘得来不易，拥有守护着你的老天荒的命运。若有真爱的情深埋我们的心底，这一吻就已经确定。这一吻重写了约定。就是随心所欲的来，随心所欲的走，所以我才讨厌。自以为这样是为别人好，殊不知啊，这样最伤人。幸亏还有你这只小酱油。他回家了吗？你自己把小薄荷赶走，还好意思大白天在这儿借酒消愁，浪费我的酒。谁跟你说的？没有密不透风的墙，也没有不能上吊的梁。臭懦夫！话说，你和小薄荷的主仆契约已经解除了，怎么还不回玉离星啊？
疏忽没有死。什么？我要亲手杀了疏忽，替母亲，还有子悠报仇。难怪，我说你怎么舍得推开小薄荷？原来是担心疏忽来夺魂珠会牵连到小薄荷，重蹈当年庆子悠的覆辙啊！王子弟弟，其实要保护小薄荷最好的方法就是带着魂珠立刻回玉离星，然后再用魂珠引出疏忽，一举歼灭。这样一来一回太麻烦了。行了，姐姐懂的。你不就是担心回玉离星后他们不让你回天离吗？说白了，还不是舍不得小薄荷。唉，你呀，装作刀枪不入的样子，就要做好万箭穿心的准备。好了，姐，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怎么对付疏忽。种种迹象表明，疏忽一直在利用我跟小薄荷兄妹寻找魂珠。奇怪，疏忽既然没死，为什么要多此一举，不自己去找魂珠呢？我这几天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，最后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：母亲当年那招玉石俱焚，虽然没有完全消灭他，但是也让他元气大伤。如今他的实力大减，靠他自己没办法收集魂珠。所以你想尽快把疏忽挖出来，以绝后患。而且，我能感觉疏忽一直潜藏在墨家，只不过他占据了某些人的身体，在我旁边，等待我亲自收集完4颗魂珠之后，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占为己有。如此说来，我倒有一个办法，可以验证你的猜想。疏忽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，一般人根本无法察觉，但有一种你最讨厌的动物，对此味极为敏感。狗？没错。难怪天狗临死前说他闻到了疏忽的味道。普通的狗无法像天狗一般，方圆几百里也可以闻到疏忽的气味，但只要让狗近身，狗便会对此人狂吠不止，甚至想攻击对方，那便很有可能是疏忽。那这么一来，简单多了。嗯。这墨雨季虐待他了吧？怎么说了这么多？他还少，我举的手都快酸了。不过少将军，这可不是元宝，这是咱们去洛若城的时候元宝生的龙凤胎，这叫招财，还有个姐姐叫进宝。这傻儿子专业能力靠谱吗？为什么不把他娘接过来？这不元宝又快生了吗？不过，这玉夫人太过于热情了，一听说少将军您要狗，立马就把他送过来了。我也实在是无法拒绝。来，招财，给你主子打个招呼。你给我把他拿开！哦，我臭死了！我跟你说啊，要是你胆敢再把他放在我身上，我把你当狗牵。不是少将军，招财多喜欢你啊，你却不领情。我不喜欢他呀。对了，按照我的吩咐。把他牵着，把府里上下所有人都闻个遍。开始战斗吧，招财！好吃吧？看来他不是喜欢我，他是谁都喜欢。少将军，你说的这个熟狐，是不是不在莫府啊？你确定你真的把莫府上下都查了个遍？除了二少爷，但不可能是二少爷啊！他是元宝的主人，元宝可喜欢他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二老爷，他经常云游，不知道这几天在不在莫府。二叔。
方才招财多有得罪，二老爷您请见谅。无妨，我刚给元宝接生完，身上有元宝的血腥味儿，招财对我有敌意，实属正常。这疏忽的确不在墨家，看来只有把4颗魂珠集齐，那个混蛋才会现身了。薄荷姐姐，我观察你好久了，白天如行尸走肉般的过，晚上如孤魂野鬼般的活，你到底要丧到什么时候？你不懂，我只是长大了，一次痛彻心扉的经历，足够使人成长。哎呀，3只脚的猫难找，2只腿的男人遍地都是。向前看，你会发现，当初的经验，完完全全都是因为见识少。那让你开开眼。没必要吧？这可是我花重金从王媒婆那儿拿来的青珊瑚未婚配男子第1手资料，你好歹看一眼。这个欧阳公子长得真奇怪。哎呀，这样看是不是正常啦？还是很惊艳的，帅的不惊人，却丑的够混。是谁在非议本公子啊？说早就到。哟，原来是想和我相亲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年的档期已满，得预约明年了。欧阳公子这羽扇，我朋友也有一把。你朋友的眼光真好啊！这可是最新推出的景阳侯同款羽扇，完美复刻版。景阳侯啊，就是墨家大少爷，天离国的少将军。成功签订友邦协议后，圣上加封少将军为景阳侯。这景阳侯嘛，喜欢猫，我这不特意来选猫嘛。他没回去。回哪儿去？哎，你这到底有没有猫啊？欧阳公子，来，花猫、白猫、小黑猫，来，跟我里边看。你这姑娘真机灵。莫修然不是一心想解除契约，返回玉离星，为何迟迟不动身？难道另有隐情？不行，得想办法回京城问个明白。小薄荷，这怎么回事？哥哥，你不是说这些魂珠只是用来收藏纪念吗？我就把真的都给莫修然。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？这个魂珠对你很重要吗？我又不是有意的。你也知道，我一心钻研玉石多年，一心想集齐4颗魂珠，完成作品。你却……哥哥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回去找莫修然，那些魂珠是我给他的，要回来也不难。妹妹的面子还是够的，哥哥请放心。终于找到理由去找他了。少将军，您的菜齐了。小薄荷，你是在叫我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少将军，您若是实在放心不下，属下替您去青珊瑚看看他。黄魂珠有下落了吗？少将军请放心，
属下已经托人去四处打探黄魂珠的下落了，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了。应该，属下这就继续去查。少将军，属下再确认一下，这黄魂珠上刻的纹路凤蝶，可就是蝴蝶？你可以这么理解吧？属下明白。少将军，子由为您弹奏一曲。这曲子，这曲子好熟悉啊！小伙伴，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小主人了，你要快点好起来才行。你可是猫王子哦！小伙伴，快来啊！小主人，真的是当年的小主人。当年伯母为了救我，将所有魂力都输给了我，让我侥幸活了下来，而他却……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。听闻京城出现了红魂珠，我便进了京，一边在满香楼学艺，一边寻找你的下落。子由，难为你了。不，我欠伯母一条命。如今她已经不在了，我只好将这份恩情还给你。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已经命丧黄泉了。说到底，全部都只是因为属虎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伯母泉下有知，知道你我二人相遇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最近噩梦频发，总是梦到蜀虎在追杀我。我担心蜀虎还未死，怕是会卷土重来。在收服天狗的时候，他说他也闻到了蜀虎的气味。现在敌暗我明，你一个人待在这里太危险了。我今日回去安排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你过去躲一下。不，我费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留在你身边。小月，这一曲糖又要交给你了，辛苦了。薄荷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我昨天思考了一整晚。也对，出去碰壁好过在家面壁。薄荷姐姐不撞南墙是不会死心的。小云，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小月，回去忙吧。好，薄荷姐姐、子墨哥哥再见。哎，哥哥，等到了京城，准备怎么找第4颗魂珠啊？我曾在御史院的铜窗听闻过黄魂珠，我打算去那儿打听打听。那哥哥可要小心徐院长，那徐院长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差点替他女儿。没什么，就是徐院长骗我说你在莫府，害我找了好久，还被那少将军呼来喝去的。幸好在落日城找到了你，辛苦没白费。小薄荷，是哥哥让你受苦了。此次你二继莫府，那莫秀长会不会再次折磨你？哥哥放120个心吧，你妹妹我广结好友，在莫府根基深厚，
而且二少爷很照顾我，魂珠我手到擒来。那就好。凭什么不让我进幕府？我真的是少将军的侍女。闲杂人等不许进幕府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我第一次进幕府的时候，还是众星捧月，天之骄子。高玉凤入府，怎么第二次进幕府就是天之巨子了？你别死乞白赖的在这儿了。太过分了！这箱，还有那箱，都拿走吧。哎，那箱留下啊，收好了。轻点。哎，少将军，我特意为您留了您最喜欢的狐毛披风，您试试。少将军，狐毛放那儿吧。这女人是谁啊？听说是少将军的青梅竹马，一个歌姬，刚搬来莫府不久，就一副女主人的架势。知道什么叫守嘴不惹祸吗？骆侍卫现在文采见长啊，是不是写信练的？你怎么知道？门口有你的信。正事不做就知道嚼舌根，赶紧散了。哎，我与你最远的距离是800里70丈5尺01寸。想你的时候孤枕难眠，爱你的时候思绪万千。没有你的日子我很孤单，我愿化作一只相思鸟，穿过千山万水，来到你身边。太过分了！这是我为你用晨露泡的茶，我记得你最喜欢喝晨露了，尝尝看。今日住的还习惯吗？习惯是习惯，只是什么？下人招呼不周？只是少将军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每日都见不到你，只好弹曲子打发时间。对了，我最近新学了首曲子，我弹给你听听。慌什么呢？小薄荷回来了，快给我带路！竹叶新路塘，春风绕过斜阳，小桥头彷徨，等着谁？微雨惹花散，听风铃流转，薄荷草云微，魂芬芳。流沙黄鹂唱，地界七月成霜，香水银铃般绕花塘。南下雁归帆，绿水青波扬，湖心小船儿摇晃。良辰再与你同游南湖旁，绕满街角白头红花满房。奔波凝脂含羞，嫣然霓虹妆，等不及君眸如
等他被我的厨艺折服。太好吃了，人间美味。掌勺的是谁啊？再闪亮登场。到那时候，他就是我的瓮中之猫了。喂，你干嘛？把刀放下！我不干嘛呀，我一片好心被当做驴肝肺，我还不能收回呀。很好，这次我要亲自出马，给你来个麻雀变凤凰，到时候让洛风和少将军都看傻眼，一箭双雕。